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子瑜陷入迷局背后，张子枫恋情还藏着什么信号？你见过娱乐圈比春运火车票还难抢的瓜吗？有，今天这档子事绝对算一个。咱们这些围观群众啊，在热搜里都快练出半仙本领了。哪个明星恋爱了、分手了、胖了、瘦了、要拍剧了、被公司塞资源了，一串串瓜熟蒂落，根本来不及剪。富山海空降被播单，李凯欣风波没平息就要上线，子瑜生日直播，全网 CP 粉等官宣，等来一季飞机分手，张子枫被嘀咕恋爱了。导演营业笑得比猫还纯，李雪琴3天2头买美女热搜，萧谷医美差点被经纪人摁回地球。更离谱的还有剧组夫妻速成版，牛牛和白周一言不合就两小无猜。这世道，吃瓜观众算是被资本和明星拿捏得明明白白。可你说，这些事儿的背后，真的是命运弄人，还是谁的算盘珠子拨得比谁响？今天咱们就一遍八卦，一遍扒逻辑，看看娱乐圈这场大戏，咋就总有你意想不到的反转？程毅有金主，这问题一冒头，评论区瞬间比大型相亲会还热闹。李凯欣风波还没平，这剧咋又活了？平台怕砸钱，还是谁后台硬？各路网友开脑洞，瓜田瞬间 farming。有人信誓旦旦，程毅红的发紫，不救资本宠儿。也有人嘀嘀咕咕，说白了是李凯欣背后更有权重。可别说，咱们哪怕再精，到了资本这口大染缸里，都得承认，想看明白，比猜福彩还困难。偏偏还留一手，李凯欣戏份比女艺还多。资本追着保本回血，李凯欣要消停点，等一爆再复出，背后的小算盘啪啪响。真让人服气，眼看剧都要上线，网友忍不住开脑补大会：程毅、李凯欣、平台、资本，谁是大幕背后的大手？暂时无解。各位观众先别慌，后面的大戏才刚刚开始。咱们扒拉热点瓜，像剥洋葱一层层，其实最扎心的，总是利益链条上的无名英雄。平台和资本花了大价钱，眼看剧要打水漂，全网都憋着劲问凭啥可以上线。网上有铁粉为程毅冲锋陷阵，他演技吊打一票花瓶，有金主也有真本事。对面粉丝就不乐意了，你们不知道女二戏多过女一吗？这年头谁哭谁闹谁上位，资本说了算。带资进组、加戏、换角，每一步都写着利益最大化。观众下场只能自愿买单，实在有点心累了。再看网友们吃瓜的时候可以热血沸腾，转身还得算计流量值不值得点进去。咱老百姓看剧吃的是剧情的瓜，感受的是资本的铁拳。今天保女二，明天捧男主，就是谁躲不过钱和流量的博弈。你说是平台夸张，还是观众太天真？或许都差不多，假装波澜不惊，其实风平浪静下面全是带刀的水花。李凯欣这边悄悄下线，等风头过去再借剧复出，他背后的金主资本一波移花接木，作品照上，名气照涨，网友开始喊到底是谁在保人？持币观望派说，毕竟投了这么多钱，总得有个说法。反对声音也来了。平台就知道顾着自家利益，谁在乎清朗风气啊？李凯欣惹了事，不该补拍吗？圈里圈外分两波，一波说只要拍得好，谁演都行；另一波觉得事出了还让上大剧，不怕带坏风气。可资本的钱和观众道德到底哪个更重要？没人能说清楚。舆论表面平息，其实心里都憋着一股劲。谁都想看下一个大招怎么放出来，偏偏到了瓜的转场环节，剧情硬是玩出个180度反转。就拿子瑜这档子事说吧，生日当天，
粉丝排队敲期待键，希望田许宁从天而降，哪想到来的全是冷板凳。网上说他俩要分，下一秒就是田许宁半夜哭着打飞机，节目组说是录制，网友说是失恋落泪。更带劲的是，俩人公司根本不是一个量级，华策压着子瑜公司，明里有资源，暗里能喂瓜。你说真是缘分尽了，还是资本下了一盘大棋？正当粉丝还在梦 CP， 现实啪啪打脸，纯净水时代到了，大家只能各过各的，将私下留言转成流量剧本。而另一头张子枫的恋爱瓜更戏剧导演本来有女朋友，被说成和子枫有一腿，群众们自动脑补剧情，还没等剧情发酵，现实已经堵上导演谈了多年恋爱，带女友探班，张子枫纯属躺枪。多恋爱才能好演戏，这推进方式真有点像东北大姨催相亲姑娘啊，不谈对象戏都拍不真，赶紧挑一个吧。而李雪琴这边简直演的就是一出逆袭翻身记，以谐星身份杀到偶像剧领域，3天2头买热搜，夸自己美女，丑小鸭变白天鹅，资本推手加码，隔壁男明星都不敢嫌弃了。容貌焦虑，削骨计划被经纪人一顿敲打后暂时歇菜。娱乐圈的人设转型都得靠资本给你做硬推，不信你多少人病急乱投医，削骨瘦身，梦想着上位飞天。你说雪琴是自恋，其实资本早就在背后排兵布阵，只要他乐意，随时能和帅哥组 CP。网友们嘴上调侃美女雪，心里还真有点服了。连剧组夫妻档都流行了，牛牛和白粥拍了几天就撞电流，相比之下，谁不是各自招数齐上阵？别把偶像的戏当真人秀，分分钟波折出神仙剧情。大幕拉回，风头似乎过去了，该上线的剧按部就班，明星们各自归位，资本还在后面按着算盘过日子。可台面下的激流却更湍急。李凯欣低调避风头，等剧播完就重回舞台，子瑜田许宁各走各路，粉丝还在自我安慰他俩还能再合体。张子枫导演清者自清，却永远有人把他和男导演凑成一对，和现实死磕。流言止于智者这种理想早就被流量冲垮了。雪琴还在研究哪家医美活动打折，顺便在下一部偶像剧牛牛和白粥在前台避嫌，后台早已你侬我侬。看似没新花样，其实每一步都是资本运作，剧组夫妻雷达互扫，资源倾斜，网友分阵营嘴仗。娱乐圈的假平静下，其实是新一轮流量争夺战的开场哨。你说这些年有哪一出爆剧狗血新闻不是这么循环往复？更绝的是，资本怎么转，最后苦的都是各自打工人。比如子瑜，手边资源有限，连打工群都没退，为啥？怕哪天炒不动了，还能找份工糊口。资本给力，热搜上天，资本凉凉，分分钟被打回原形。李雪琴的焦虑，张子枫的被动 CP， 剧组夫妻档的台前幕后，其实都不过是流量经济的旋转木马。今天你在上面，明天就得下来了。一切都像剧本写好一样，台前台后各有算盘，人前人后谁都没输过，只有吃瓜群众天天喊着信他个鬼，资本就是个老骗子，可嗓子喊哑了，热搜还得继续刷，剧情还得继续播。老铁们，今天这些瓜吃下来，有没有一种恩怨情仇太多，分不清对错的感觉？咱们这些看热闹的吧，说句大实话，真要细追，谁没个粉丝滤镜，谁不图个刺激八卦？有人说诚意有金主才护剧，有人说李凯欣后台逆天，也有人说女明星焦虑成灾，争着在偶像剧溜达。可资本的算盘，你信他就怪了，真要是资本说啥都成，咋还天天有胡咖扑街翻车的？没准今天的女神，明天就成前任。焦虑、热搜、恋爱瓜，这年头都像东北的秋裤，人人有，难脱手。
咱要真夸他们点啥，就夸一句嘴是真瓢，资本的烂船都能翻出浪来。咱再傻也得明白，瓜有瓜的吃法，戏有戏的背后，谁是真有实力，谁是被资本溜的，日子久了就都能看明白。